曾经有这么一款游戏，对刚接触单机游戏不久的我造成了极大的震撼。开场就是两位主角完全超越了人类所能理解的一场战斗，二人也是各有特色，一个是桀骜不驯的潮流青年，一个是骚到不行的中年大叔。再加上游戏中那华丽的连招以及行云流水的人物动作，可以说是让初次接触单机游戏的玩家欲罢不能。那么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这款无数动作游戏玩家的入坑作《鬼泣4》。在一座几乎与世隔绝的岛屿上，教皇正在歌颂着曾经为人类挺身而出的斯巴达。他们将斯巴达视作自己的信仰，清除其余恶魔是他们的第一教义。而尼禄则是教团骑士的成员之一。为了赶上心仪之人基利叶在祭典上的演出，就算是右手缠着绷带，也丝毫不影响他击杀沿途拦路的恶魔。随着基利叶的表演接近尾声，尼禄也终于赶到了教堂。他甚至还为基利叶准备了一串项链。看着眼前心仪的少年送自己的礼物，二人之间的氛围也显得极为微妙。而教皇也在讲台上引导众人向着斯巴达祈祷。无聊的祈祷让尼禄打算就这样起身离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教堂上方的圆顶突然破碎，一身红衣的神秘人从天而降，径直落到了教皇的讲台之上。一脸懵逼的教皇还在一脸懵逼，神秘人抬手一枪便刺杀了教皇。看着眼前面目狰狞的刺客，可能是信仰还不够，台下的信徒们一哄而散。骑士团的成员这才反应过来，纷纷上前护驾。可骑士团根本不是神秘人的对手，很快就被全部斩杀。尼禄本打算带着基利叶一走了之，可他却不慎跌倒在了神秘人的脚下。见自己心仪的女孩遭遇生命危险，尼禄想也没想，直接冲上前一脚踢开了神秘人。短暂的交手过后，尼禄与神秘人互相对峙，而基利叶则在兄长克雷多的护送下离开了这里。没有了后顾之忧，双方立马大打出手。可右手的绷带让尼禄狼狈不堪。就在神秘人一剑刺来的时候，尼禄也不得不伸出了右臂格挡。强大的作用力震飞了四周的物品。神秘人不由惊叹道：“尼禄果然还留着一手，正是他绷带下隐藏的恶魔之手。”没有了束缚，尼禄也展现出了自己真正的实力。可就算是这样，面对尼禄的攻击，神秘人还是应付的游刃有余，甚至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意思。为了速战速决，尼禄利用恶魔之手直接一拳将神秘人打翻在地，接着便是一套连环出拳，打得神秘人体内的恶魔之力隐隐浮现。随后尼禄抓起神秘人的大剑，将他牢牢地钉在了教堂的雕像之上。神秘人也很配合，咯揉一声咽气了。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，但神秘人却再次跳了下来，胸口插着一把大剑，还在和尼禄谈笑风生。经过了这场战斗，他们都意识到了对方不是人类。神秘人也失去了兴致，声称自己还有正事要做，随即便转身离去。而这个神秘人正是斯巴达的次子但丁。但丁走后，克雷多带人赶到。克雷多作为教团骑士的团长，自然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，于是他下令让尼禄前去捉拿但丁。尼禄也欣然地接受了命令，看着喜欢的人戴上了自己送给他的项链，尼禄的心中那是小鹿乱撞。然而不好的事情接连发生，大量的恶魔出现在街道，开始屠戮岛上的居民。心中倍感不安的尼禄立马开始了寻找但丁。沿途的恶魔小怪根本无法阻拦战斗力强悍的尼禄。很快他便来到了一处魔界之门，强大的恶魔贝利尔来到了人间。就在贝利尔感受着自由的空气的时候，却发现脚下这个渺小的人类竟然对他出言不逊。于是贝利尔一剑便朝着尼禄刺去，尼禄则是不慌不忙地挡下了这一击。双方立马大打出手。可怜的恶魔贝利尔还没来得及呼吸两口自由的空气，就被眼前这个白发少年打败。强忍心中的不甘，贝利尔赶紧跑了。在前进的道路上，尼禄遇见了一个新加入教团的成员格洛利亚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女人的身手可谓是非同一般。尼禄都觉得这些恶魔不是被她打死的，而是被她浪死的。可能是尼禄现在年少，不知道富婆的香，没有过多的深入交流，便离开了这里。再次经过一路的解谜和战斗，尼禄在暴风雪中看到了一对缠绵的小精灵，他可没有什么怜香惜玉的意思，立马开始攻击精灵。果不其然，他们只是一只蟾蜍的触须而已。为了不让自己心里留下阴影，尼禄手中的绯红女皇裹挟着火焰和魔力，不断的攻击在蟾蜍的身上。很快他就找到机会，一把抓过触须的脚踝，将蟾蜍重重的摔在了地上。见自己落败，蟾蜍非常的不甘，立马从魔界之门中召唤了自己的亲朋好友。尼禄看见这一幕，赶紧封印了魔界之门。随后他再次穿过层层的机关陷阱，并在纪念厅中用吊灯砸开了教皇的壁画，进入到了一所他从未见过的神秘实验室中。另一边，克雷多正守护在教皇的遗体旁，原本死去的教皇却在这一刻睁开了他通红的双眼，恶魔的力量在他体内隐隐浮现。教皇复活以后，教团技术部的部长阿格纳斯走了出来。尼禄的武器绯红女皇也是阿格纳斯开发的，可他却对克雷多派遣尼禄寻找但丁这件事非常不满，似乎是害怕尼禄无意之间找到他的研究设施，从而发现教团背后的秘密。说来也巧，没过一会儿，尼禄就来到了研究设施的内部，并且发现自己的恶魔之手正在与窗外的一把断刀产生共鸣，而这把刀正是维吉尔的研魔刀。这时阿格纳斯也赶了回来，他本就对尼禄闯进自己的实验室非常不满，没想到尼禄还学起了他的结巴。阿格纳斯气急败坏下，立马释放出恶魔攻击尼禄，甚至说出了但丁的名字。尼禄心中则是更加的疑惑，他直接击穿了实验室的玻璃，并来到阿格纳斯的面前。在见识到了尼禄的实力后，阿格纳斯说出了实情。这些年他一直在潜心研究如何将恶魔之力分离出来，并让教团实现进化，从而在教皇的带领下以天使的名义征服世界。趁着尼禄震惊于教皇的复活和背后的阴谋，阿格纳斯利用自己通过恶魔之力研究出来的铠甲骑士，将尼禄钉在了墙上。为了能够让这些铠甲骑士变得强大，他不惜研究出了恶魔之门的复制品，以召唤其中的恶魔
来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实验品，而尼禄的恶魔之手也将成为他的下一个实验品。就在尼禄即将昏迷的时候，他想起了自己心爱的基利叶，刹那间一股恐怖的力量在他身上汇聚，恶魔之手再次与炎魔刀产生共鸣，甚至恢复了原本的模样，径直飞到了尼禄的手中。见到这可怕的一幕，阿格纳斯连忙变换出了自己苍蝇人的本体，炎魔刀带来的力量在尼禄身后形成了犹如须佐能乎般的魔影，同时一个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。趁着尼禄还在分心，阿格纳斯赶紧逃之夭夭。缓过神来的尼禄发现，不仅自己的伤势愈合了，甚至衣服被捅开的口子也被缝好了。而他接下来便是要回到教团总部，找到克雷多，寻求更多的真相。随后，尼禄来到了一片森林，并在这里偶遇了但丁。由于得知了教团的真相，尼禄并没有立马动手，但丁也没有多说，就那样纵身跳下了悬崖。另一边，阿格纳斯逃回了教皇的会议室，并说出了尼禄拥有恶魔之力的事情。克雷多碍于教皇的面子，只能前去将尼禄带回来，而抓捕但丁的行动则被指派到了之前尼禄遇到的格洛利亚身上。也正是格洛利亚将魔剑斯巴达献给了教皇，才加速了他们征服世界的进度。回到尼禄这边，他在森林中遭遇了各种恶魔和陷阱，稍不注意就会跌入无尽的深渊。不过还好，他学会了二段跳。前进的路上，一只蛇形女妖拦住了他的去路，尼禄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一阵刀光剑影和炮火连天过后，女妖本想逃回魔界，但却被尼禄又大又长的恶魔之手抓住。最后，女妖舍弃了自己的优雅，强行挣脱了束缚，才得以逃回魔界。顺着森林一路前进，尼禄来到了教团的总部，正巧遇见了从里面出来的克雷多。由于接到了教皇捉拿尼禄的命令，克雷多立马调动体内的恶魔之力，化身成了天使形态，毫不留情地对尼禄展开了攻击。看来好好说话是不行了，尼禄立马开始还击。虽然天使形态的克雷多能够弹反，但终究还是架不住尼禄一连串的攻击。克雷多很快便败下阵来。就在尼禄打算上前逼供的时候，基利叶却出现在了这里。看着眼前倒地不起的哥哥，还有尼禄的恶魔之手，让基利叶心中害怕又茫然。可阿格纳斯却突然出现，挟持了基利叶。克雷多见到自己的妹妹竟然被利用，于是想要上前呵斥。可教皇早已知道了克雷多会败北，所以才会利用他的妹妹来要挟尼禄。心仪之人被抓走，尼禄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。可就在他即将追上的时候，教皇却化身成了天使形态，前来带走基利叶。尼禄见到这一幕，完全不顾众多天使的阻拦，甚至连武器也不要了，纵身一跃，想要夺回自己心爱之人。可最终还是慢了一步，仅仅只是抓到了他送给基利叶的项链。尼禄只能强忍心中的愤怒，势必要前去救回基利叶。就在前进的路上，他再次遇见了但丁，而但丁这次的目的是为了要回自己哥哥的炎魔刀。可尼禄却不会将炎魔刀拱手相让，他还需要这把刀的力量拯救基利叶。于是他当即对但丁再次大打出手，一顿操作下来，但丁只能让尼禄冷静冷静，并说道：“这把刀是用来隔绝人界和魔界的。”不过在见识到了尼禄所展现出来能够使用炎魔刀的能力后，但丁索性也就暂时让其保管。尼禄前脚刚走，格罗利亚却从暗中走了出来。本以为是前来捉拿但丁的，没想到这个人竟然是翠西。原来早在之前，雷帝就已经获得了教团的情报，他们打着信奉斯巴达的名义，四处捕获恶魔。所以为了调查这件事，翠西先一步来到这里，献出了魔剑斯巴达，才混进了教团内部。直到但丁赶到后，他们才真正开始探查教团的真相。回到尼禄这边，他来到了一座名为救世主的雕像前，教皇随之出现在了救世主头顶，基利叶也被他囚禁在其中。可能是有了救世主的庇护，让教皇觉得优势在我，于是当即便与尼禄战斗了起来。可只要你是人类形态，就避免不了被尼禄一顿胖揍。随着尼禄狠狠的一拳打在教皇脸上，教皇也意识到了优势在他，随即便找了个机会回到了救世主的身上。尼禄本想一鼓作气救出基利叶，可却被救世主牢牢地抓在了手里。通过教皇口中，尼禄知道了自己似乎拥有斯巴达的血脉，虽然比但丁差了很多，可他展现出来的强大力量也超出了教皇的预料。原本打算的是将但丁吸收进救世主体内，但以目前的形势来看，尼禄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就在教皇即将动手的时候，克雷多及时赶到，暂时制止了教皇的行动。可他还是被教皇一刀捅穿了身体，随即便向着下方跌落。好在已经赶到的但丁接住了克雷多，可尼禄终究还是被吸收进了救世主体内，而救世主也有了足够启动的力量，他的身体向着上空飘去，身后缓缓浮现出了金轮的模样，并向着一开始的教堂飞去。克雷多见自己命不久矣，再加上教皇已经得到了炎魔刀，而炎魔刀就是能够开启这座城市真正的魔界之门的钥匙，于是他希望但丁能够前去阻止教皇，救出尼禄和妹妹基利叶。随即克雷多便化作了一股能量，消失在了世间。但丁自然不会拒绝一个将死之人的遗愿，于是他与翠西向着教堂赶去。另一边，阿格纳斯受教皇之命，拿着炎魔刀在城市的地下开启了真正的魔界之门。一瞬间，无数的恶魔从魔界之门倾巢而出，并向着岛上的居民发动了无差别的攻击。就在这些无辜的居民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时候，教皇带着他的救世主如同神明一般降临在了居民的眼前，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。在教皇的一顿洗脑下，城市里的恶魔被全部清除。看着眼前教皇自导自演的一幕，饶是但丁也鼓起了巴巴掌。有句话说得好，造谣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腿。但丁必须原路返回教堂，而在回到教堂的路上，之前被尼禄打回魔界的强大恶魔又再一次重新回到了人间。可但丁是那种只杀不渡的狠角色，他能获得这些恶魔化为的武器，甚至还能用这些武器给你表演一段极其装逼的寸拳。跟尼禄那种钢铁直男不同，但丁在遇到蟾蜍的触须后，还能跟他们一起载歌载舞，突出的就是一个优雅。事后他一刀斩杀了蟾蜍，
并获得了最强武器潘多拉魔盒，可以说让但丁装逼的境界提高了一个层次。冷兵器玩够了，现在妥妥的就是科技与狠活。不得不说，恶魔也怕高科技，无数的导弹打在身上，就问阁下如何应对。随后就连恶魔贝利尔也难逃但丁的魔爪，而这一次但丁获得的武器，则让他的装逼迎来了骚话不断的高潮。You're all satisfied. You are set free. 有了这种强大的火力，但丁一路杀到了阿格纳斯的面前。面对但丁这种怪物，阿格纳斯最终没能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接着，但丁取回了维吉尔的研魔刀，并来到了恶魔之门的面前。这把刀既是开启魔界之门的钥匙，同时也是关闭大门的必需品。但丁一刀劈向恶魔之门，一阵白光随之浮现，在接连劈出几道华而不实的剑气后，但丁缓缓地收刀入鞘，恶魔之门也从中断裂开来，突出的就是一个死亡如风，长伴无声。在将恶魔之门关闭后，但丁来到了救世主的面前，没有过多废话，但丁在教皇的阻拦下向着救世主杀去。与此同时，救世主也对但丁发动了进攻，可庞大的救世主终究无法阻拦灵活的但丁。在但丁的最后一击之下，研魔刀被插进了救世主的胸口，剑刀身无法没入其体内。但丁掏出双枪，将子弹全部打在了刀柄的同一个地方，研魔刀也被这股作用力推进了救世主的心脏。而在心脏之中的尼禄也顺手接过了研魔刀。在尼禄苏醒后，他接受了救世主体内的层层考验，终于来到了基利叶的面前。但教皇可不会就这样坐以待毙，他手持魔剑斯巴达，试图阻止尼禄救出基利叶。想要救出这个女孩，就必须从她的尸体上踏过去。于是尼禄和教皇再次开始了战斗。虽然教皇有了斯巴达的魔剑以及救世主的力量，但他终究欠缺了但丁父亲那傲然的灵魂。随着尼禄的最后一击，不甘心的教皇驾崩了，尼禄也救回了自己心爱之人。本以为一切就这样结束，可救世主却依然还在运作，一切从这里开始，也要在这里结束。尼禄纵身一跃，来到了高空，恶魔之手瞬间变得又大又长，抓向了救世主的面门。随着尼禄收紧恶魔之手，救世主也没脸活在这个世界上了。故事的最后，早已察觉尼禄拥有斯巴达血脉的但丁，并没有拿回研魔刀，而是将它送给了尼禄。虽然这座城市被毁于一旦，可尼禄却根本不在乎，因为他终于能够和自己心爱的基利叶过上幸福的生活了。我是修片狂魔，咱们鬼泣5再见。